继续来看，那利用 Colab 来跑这个Quantum Programming，那各位看到这里好像觉得好奇怪，这个 Colab 不是Google 的吗？那在跑利用这个 Colab 来跑这个 Quantum Programming， 是不是 Google Solution？ 我们现在不用 Google Solution 了，我们现在是用 IBM 的 Solution。那 Google 还有另外一套它的 Solution 就不在我们这次授课范围内来讲解。所以原则上我们是要用Colab 上面的 Jupyter Notebook 的一个方便性。那它底层跟 IBM 的跑的环境是一模一样的环境，所以因此我们要借由这个 Colab 的这个执行上的一个方便性来跑这样。好，那各位了解这样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来跑我们的程式。那利用 Colab 跑的时候，就是说各位觉得好奇怪，就是说那我怎么去跑这一个 Colab？ 原则上就是说，首先你要先去注册。我来弄一个环境给各位看，因为可能有些同学还不是很熟悉这样，不是很熟悉。好，那我就进到这一个 Google 的搜寻引擎里面来。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我利用 Google 搜寻引擎打这个 Colab，打 Colab 进来没有？好，那打了以后呢，你就点进去。点进去，这个就是。那如果说你不喜欢，就把这个取消掉。这个有一个它的一个这一个 Google 的执行环境这样。那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就怎么样呢？就可以如果不熟悉的同学就开始可以去读看它上面的介绍这样。那原则上 Google 的 Solution 里面也知道说要用他们的 Google Account， 所以我这个时候我是用什么？我是用那个 Google Account 已经进来的这个环境。那怎么取得 Google Account？ 就类似你那个用 Gmail 的时候取得的环境这样。好，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这份档案一模一样的理论，新增笔记本。好，新增笔记本那边那它稍微顿了一下，开始跑，还不错。那所以你可以看它跑出来的环境就跟我们前面看到的有点像。我把它放大一点，再放大一点。好，哇，这样就够大了。好，那我把 PPT 先讲到一个地步，再来 run 给你们看。所以Google 的 Colab 它也是一个 Web-based 的一个执行环境，所以这个很重要。在我们的方便教学跟方便的实验的时候，最好都是 Web-based 的一个环境这样。所以原则上我们是利用这一个 Colab， 就是 Colab， 那它叫做 Collaboratory， 这个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执行环境。那我在上面怎么样呢？我就载入什么东西？载入我的 Qiskit。Qiskit。那原则上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说它这个是对我们在做 Python 教学的时候非常重要而且简单的一个工具这样。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给载入这样。那怎么载入？待会马上我们来操作给你们看。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Colab 的环境。那我比较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有把 Jupyter 的那一个执行比较优化一下。这个每边比较好。那因为它的底层又不是。它底层是 Jupyter， 但是它又不是 IBM 的那个执行环境，说 IBM 没有理由帮你事先载入。那还包括怎样呢？包括这一个Colab， 他认为我也没必要替你 IBM 那个这个预先载入有没有？那因为他不认为说这个是很重要这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就预先打了一支，这个也会给你们这样。就是说我先来预装一下这3个东西进来。所以也就是说目前 Colab 里面没有任何它的一个执行环境。这个Quantum 的执行环境就针对IBM， 所以要先预载。所以这3行。那第二个是预载什么？预载这一个Qiskit。那第二个预载 Qiskit 的那些视觉化的套件。那还有一个它会做模拟，这 Qiskit 它有一个 AER， 那它也还有好几系列。它如果没有记错，他们就好像取名那个什么金木水火土，有4个到5个的不同的模拟环境这样。那这个在中间的一个。好，我就把它预载。因为它完全没有嘛，完全没有，所以它正在预载。好，那初始化，你看它正在初始化，哇，这预载的就非常麻，你看一坨，它一直在预载，没有？预载一大堆的东西进来这样。哇，那因为它没有嘛，它都虽然是 Jupyter， 因为它我干嘛一定要先帮你预载进来呢？所以 Colab 没有预载，所以你就自己预载。那用那3行指令来预载一下这样。好，预载完了一样那这个因为很多同学还没有用过 Colab， 所以比较不熟，所以这个常常找不到。再点这里有没有？点到中央的点这里一个程式嘛，就跑一个执行环境出来。那
我就怎么样呢？我就去把我找找看哈，把我的那个程式找出来，我把它找出来这样哈，我程式躲到哪里去了呢？好，咻咻咻，哇，被我藏到不见了哈，被我藏到不见了。好，有，好，我空灯的程式设计有没有哈？好，那这个不是，这个是跑到另外的一个空间去的哈。好，没关系，反正我们慢慢来，慢慢来。我这边有一个空洞 programming 的一个这边有我的 handout。好，那 handout 的话，你们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一个 source code 哈，我自己编的一个 source code。那我现在进入这一个，好，一样。所以你看我这里，那如果说你们不放心，我再把它补给你们，就比如说这个的话，我可以把这一段码，因为这段码没有，这段把它 copy 下来，把它躲在哪里呢？躲在我的这个 text 档里头，这样嘿。好，那就是补这一段进来，这样嘿。那等于你们执行的时候，可以自己一段一段的去 copy 然后这一段一段的去把它import 这样。那我就把它这整个这样，前面的已经弄完了所以我就来把它丢进来。丢进来，这个时候我就又把它载另外一个套件进来，没有关系，我就点它，就执行出来了。所以跟那一个 IBM 执行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这样嘿。那一模一样，同学讲说，那我这个就是 Google 的solution。No， 这不是 Google solution。所以我现在就先预载这个进来，没有预载完了以后，好，那这个因为在前面的预知已经讲过了，所以我就把这个 source code 把它载给你们。那载给你们的话，你们可以看到我刚刚在跑，在跑，我们看出来那跑出这个结果出来这样。那现在就是有几个小细节，我要来跟你们做讲清楚说明白好，那因为我们这个执行环境是稍微小啰嗦一点点，我们再把它拉开一下。就是说IBM 它当然在它的那一个执行环境里面，它叫做 Lab。这个再跟你们再重新这个整理一次。Lab 里面其实它底层也是这个跟Core Lab 的一模一样。可是IBM 的那个 Quantum Lab 里面的 Lab， 它已经先帮你预载了一部分的东西进去，所以呢它就 ready to let you design 这一个 Quantum Programming。可是在Core Lab 里面没有，even 他们的底层都是 Jupyter 这个 Notebook。所以他们就必须有不同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不同这样嘿，所以你还是要规规矩矩有没有？先自己怎样？自己先预载就是先预载那个，就是说先预载这几行进来有没有？那前面两个是一定要的那如果不模拟的话，只是执行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嘿，你就预载进来。那预载完了以后呢，就说就有点类似说你在帮 IBM 的这一个lab 里面呢就已经把那个环境 build 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开始按照标准程式写法。那写就没问题嘿。那可是有问题在就是说，当你利用IBM 的这个 lab 的程式写完了以后，因为你一般我们后面我会告诉你，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设计程式会用 IBM 的 composer， 那后面再讲的所以但是我先预告一下那反复的跟各位同学讲，你们脑袋瓜就有概念。IBM 的那个 composer 是用视觉化去拖拉的方式，拉完以后它也会可以产生那个Qskit 的程式码对应的程式码。可是它这里它就没有了嘿，好，我先把它 mark 起来好了，不要把它杀掉。好，我把它 mark 起来这样嘿。好，我把这个 mark 起来嘿。那 mark 起来的话，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好，假设说，那在它的程式码里面，这是空的，好，是空的这样嘿如果说你一执行有没有？很丑，非常非常丑，非常非常丑所以那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就是一定要再加这一行回来记得要加这一行，就是一定要呼叫那个 MPL 这样一个视觉化的工具，这样嘿，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整个就跑出来就比较漂亮这样嘿，所以这只是小细节的部分，所以同学以后注意到就好了所以原则上两套工具跑起来都是几乎一模一样如果说用 Python 的方式来跑的话，几乎都是一模一样嘿。好，那原则上是因为他们底层只是用 Jupyter 在建立这样所以我们呢以前各位同学已经学会利用 IBM 的lab 来跑Python 的那一个Quantum 的 programming， 那或利用这个 Google 的 Core Lab， 然后载入这一个 IBM 的那些 package来跑所以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好，所以原则上希望同学呢把给你们这个 Hello World 自己把它多跑个几遍感觉一下这个可以执行起来的一个成就感好，
那我们呢第二节就先在这边结束。